根据日本政府观光局的最新资料，今年4月去日本的外国游客有369万人，跟去年同一个月相比，减少了5.5%。之前去日本的观光客一直创下历史新高，这次虽然可能只是暂时的，但确实出现了下滑的趋势。这几年，观光业已经变成日本经济成长的大支柱，所以这次人数减少，接下来会不会影响到日本的旅游政策和相关行业呢？大家都非常关注。今天这支影片，我们完全用官方数据与经济报告，帮大家看清背后的真相。日本政府観光局によりますと、先月日本を訪れた外国人の数はおよそ369万2000人で、去年の同じ月と比べて 5.5% 減少しました。桜のシーズンに合わせ訪日需要が高まった一方、去年よりもイースター休暇が早かったため観光客が分散しました。渡航自粛が呼びかけられた中国からの訪日者数は去年の同じ月より 56.8% 減少し、去年12月以降、前年をおよそ5割から6割下回る状況が続いています。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和田先生，我是 Alex。我们先看核心数据，2026年4月的访日外国人数是369万2200人。如果单看今年，这是目前的单月最高纪录。今年1月到4月的累计人数也突破了1437万人。那为什么按年比会下滑5.5%呢？原因主要有2个。先月日本を訪れた外国人旅行者は359万7500人で、去年の同じ月と比べまして 4.9% 減りました。前の年の同じ月を下回るのはコロナ禍の2022年1月以来4年ぶりです。高市総理の台湾有事をめぐる答弁に対し、中国政府が日本への渡航自粛を呼びかけた影響により、中国からの旅行者は38万5300人、60.7% 減少しました。第一是西方复活节的假期错位效应。去年的复活节长假完全集中在4月份，所以去年4月带来了大量的欧美与澳洲游客。但是今年的复活节提早到了3月下旬，这导致原本集中的出游需求有一部分提前在3月底就消化掉了。数据也反映了这一点。今年4月，英国游客下滑了 13.8%， 德国下滑了 15.2%， 欧美市场普遍在4月出现暂时性的回落。第二是中国市场的大幅衰退。今年4月份，中国大陆访日游客人数只有33万700人，跟去年同期相比，直接下滑了 56.8%。根据日本政府观光局的分析，除了4月本来就是中国海外旅游的淡季之外，最关键的是政治背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先前针对台湾海峡局势的发言，引发中日关系紧张。随后，中国政府在2025年底对国内发布了避免前往日本旅游的注意提示，也就是实质上的旅游自述。在政策大环境的影响下，中日之间的定期航班随之减班，机位供应减少，加上政策风向，导致中国游客人数大幅下滑。面对单一市场下滑和假期波动的风险，日本政府已经开始调整策略，降低对特定国家的依赖，并提高观光客的整体消费额。2026年3月，日本政府内阁会议通过了全新的第5次观光立国推进基本计划，执行到2030年度。4月28号，日本政府观光局也发布了对应的访日市场行销战略。新战略设定了3个明确的目标：第一，将访日外国人总数提升到6000万人，其中重复造访的回头客要达到4000万人；第二，将外国人总消费额提高到15兆日元，平均每位旅客的消费额拉高到25万日元；第三，为了解决大城市过度旅游的问题，目标是将外国人在日本地方省市的总住宿夜晚提升到每个晚上 1.3 个亿。为了达成目标，日本政府在策略上做了调整，特别新增了2个跨国界的主题市场。第一个是探险旅游，这主要锁定欧美市场喜欢大自然、徒步、
登山和文化体验的高收入族群，吸引他们前往日本东北、北海道或九州，借此延长停留时间，把消费带进地方。第二个是美食观光，透过日本各地的传统饮食、酒藏体验和在地农渔业，把观光客从看风景导向品尝在地美食，深化地方旅游的吸引力。针对东亚和东南亚市场，新战略的定位是全面推动地方分散，鼓励去过大城市的回头客往日本2、3线城市旅游。虽然中国市场下滑，欧美市场受假期变动影响，但日本观光市场目前仍有几个核心引擎在支撑。今年4月份，共有9个国家和地区创下了历史上4月的入境新高。首先是韩国和台湾这2大支柱，4月份表现最好的是韩国，入境人数达到87万8600人，跟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21.7%。除了韩国民众对日本旅游热度高之外，航空公司也精准布局，像是新增了韩国釜山直飞冲绳下地岛的航线。接下来是台湾，4月份访日人数达到64万3500人，按年增长 19.7%。这主要是因为4月初有清明连假，加上航线发力，台北直飞福冈、台中直飞成田的航线都有增班，甚至开通了台北直飞富山的包机。这让台湾游客在北陆赏樱和立山黑部开商期间，为日本地方贡献了观光收益。东南亚和南亚的表现也很好，越南在4月份达到了7万6千人，增长了 18.6%， 这受惠于新开航的河内直飞静冈航线。印度市场虽然基数较小，但也达到了4万1900人，按年增长 12.2%。这要归功于德里直飞羽田、孟买直飞成田的航班，以及今年1月新开的德里直飞成田航线。美国在欧美各国普遍回落的4月份，依然维持增长 0.8%， 达到33万人，同样刷新了4月份的历史记录。数据显示，日元贬值的长期效应，加上各国航线的拓展，成功抵消了中国游客下滑的部分冲击。如果中日关系长期无法改善，对日本观光业和整体经济会带来什么影响呢？日本综合研究所与野村综合研究所已经根据历史经验与经济模型做出推演。在观光产业层面上，中国市场过去在访日人数和总消费额上都占了整体市场的 20% 以上。日本总研的报告指出，中日关系恶化在历史上有过先例。例如2012年因为岛屿争议引发反日游行，当时中国访日游客最大跌幅达到 30%， 但当时因为没有官方的强硬限制，市场大约在1年内就恢复了。但是智库警告，如果这次演变成长期严格的限制模式，类似2017年南韩面临的情况，长期利用行政手段切断团体旅游与机票签发，后果会更严重。根据日本总研的模型估算，如果未来强硬姿态稍微缓和，不实施全面禁止，日本的观光消费年损失大约会控制在5000亿日元左右。但如果演变成长期实质禁令，未来1年的日本观光消费额将直接减少 1.2 兆日元。如果这种僵局持续3年，损失总额将达到 2.3 兆日元。这对日本整体经济有什么连锁反应呢？野村综合研究所经济学家木内登英在报告中估算，如果中国访日自诉持续1整年，日本的国内生产毛额，也就是名目 GDP， 将会减少 1.79 兆日元。这个损失规模大约相当于京都市1整年的政府预算总额。虽然台湾、韩国、美国的游客再创新高，但野村总研的报告指出，市场代替在现实中需要相当长的转型时间，短期之内其他国家观光客的增长很难完全填补这个缺口。而且中日关系如果全面冰冻，大量依赖中日贸易的中小企业也会面临订单终止或供应链断裂的危机。目前日本经济正承受着全球关税环境变化以及国内实质薪资低迷的压力，如果再加上中日关系在2026年持续探底，
这股冲击有可能会对经济复苏带来负面影响。综合来看，2026年4月份日本观光人数的下滑，一部分是西方假期变动的短暂现象，但中国游客的减少是一个需要注意的长期经济信号。面对这样的情况，日本政府正全力推动观光立国的多样化战略，试图透过多元市场和地方旅游来分散风险。这场结构转型接下来会如何发展，我们将持续追踪最新数据。观众朋友对4月份访日人数的下滑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如果你想持续收到基于权威数据与理性分析的日本时事讲评，请订阅我的频道和田先生，帮我按赞并开启小铃铛。我是 Alex，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